嗨，大家好，我是大佩，终于要来跟大家分享霜状的打亮和修容哦。今天呢，我们要使用的产品是这个是 Mac Pro MAQ Pro， 是一个法国的牌子。我是在 CRC 的网站买的，我会把链接放在底下的资讯栏。为什么我今天选择用这个产品呢？是因为之前我有在PTT 上面推荐过这个产品，那个时候那个网站刚好在打折，然后就有网友去买了，之后寄站内信问我说这个东西该怎么使用。那我那个时候有回他就是叙述性文字的东西，那今天我想说刚好有这个机会，就来录一支使用这个产品做打亮和修容的影片。那我的底妆呢，今天不是脸油油，是因为我的底妆已经打好了，也是用这个产品打好我的底妆，做好我的遮瑕。那我还没有定妆，所以脸看起来很油腻的感觉，其实不是啊，是底妆的光泽。那我们现在呢，再来看看今天要用到的用具，有这种扁平的遮瑕刷，还有这两种，是这要怎么说呢？小小的 Kabuki brush 嘛，还有这种尖头的，还有一支这个是 MAC 的底妆的刷子。那这些刷具的讯息我也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最后还有这个是那个桃红色的 Beauty Blender 的小孩，好像是什么 mini 版的。那这个我已经用水把它沾湿，然后挤干了。那我们就进入主题。有鉴于上一次那个粉状的影片实在是太长了，所以很多选色方面的概念，还有位置上面的概念啊，我上一支影片讲过，那我今天就不会再重复，因为我怕影片万一又太长。那我们就开始吧。那我一样跟上次一样是从下颚开始，我的右边的下颚比较大。那我用的是这个比较cool tone的深咖啡色，用这一支小小的斜口的 Kabuki brush， 不一定要斜口啦，是我这支刚好是斜口。转到侧面来，东西放在你要下手的地方最重，就是你需要的颜色最重的地方，从耳朵下来一点点，或是从耳朵后面一点点也可以。我都是沾了产品之后，从这边下手，往下带到这边停。我都没有在过程里面，我没有重新沾产品，是因为我希望我下手的地方最重，然后呢，慢慢过来，刷子上面的东西越来越少，所以到这里的时候呢，这边的产品就是最少的，就等于先做了一个渐层。转到正面来啊，我再停在这里，我没有把下巴的底端全部都修掉，因为我脸已经很瘦了，我不想要把下巴的两侧也修得很尖。之后呢，用这个干净的粉底刷，最好是这种平头的，然后呢，跟上次一样，由下往上带。霜状的产品的效果就会比粉状的更明显、更持久一点。之后用纸啊，把刷子上面的产品擦干净。擦干净之后呢，再重复刚刚的动作。怎么重复呢？从这里往下带。带到后面，往下，再把刷子，你要持续的保持这支用来晕染的刷子是干净的哦。
然后把这边看有没有什么界限，晕染好，轻轻的就可以了。然后转到正面来看有没有地方需要加。如果你还要再加的话，就再做一次一样的动作。然后转到正面，这样我这边就修好了。那我现在把这边补起来，但是我就会做得很小心，因为我这边比较大嘛，所以这边我就会修得比较轻。这样我就两边的下颚、腮帮子的地方都修好了。那有看我之前粉状产品的影片，就会知道我跟一般人修容的方式比较不一样，因为我颧骨很高，所以在这个荧光面的地方，我要把它压低，用暖色调的修容色。那我这个颧骨下面的凹槽太深了，所以我等一下就是要打亮这个地方。那我们先从压低颧骨开始，因为我需要暖色调的修容色，所以呢，我就要把我看得清楚，这个带红色的颜色和这个稍微酷痛的深色混合之后，变成一个没有这边那么深的暖色调颜色，一样把就是产品啊从最深我们需要最深的地方放下去，不要再重新沾，慢慢带到这边。但是呢，跟上次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是，上一次呢我们就带到这个荧光面的外侧一点，这一次还没有到这里就要停下来，因为我们要留一点点让就是这个刷子晕染的空间，让它晕染开来，刚好带到眼角的外侧，这样是比较好。如果你刚好把颜色放到眼角外侧，那你再来就没有地方让你做晕染，不然就会晕染到这个荧光面的位置。转正面，找到最高的地方，从这里下手。把颜色放好了之后，用干净的刷子做晕染。那这边晕染的方式呢，跟刚刚的比较不一样。刚刚我们是从最深的地方慢慢的往上带，做出一个渐层来。现在我们要相反，因为现在刷子很干净，所以你最先晕染的地方呢，颜色会被延展的比较远。所以那个颜色就会变浅的比较多。你后来晕染的地方啊，因为刷子上已经有一些产品了，所以那个地方就是颜色会变得比较深。所以我们要从我们需要最浅的地方开始晕染，也就是这里。慢慢画圈，轻轻的就好哦。然后到眼角这边就停下来哦。然后呢，往上带到额头发际线的地方。如果你的额头很凹，就不要带到上面来，往下带就可以。你要重新做一次晕染呢，把刷子再擦干净，再从这里开始。现在这支刷子不能再从这边晕染，因为上面有很多的产品。然后转到正面来看够不够，还需不需要再加？这样我这边的颧骨就已经修好了。那我现在把另外一边补起来。现在我两边的颧骨都已经修好了。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打亮这个比较凹下去的地方。我们用这个带一点点黄色的很浅的，应该算乳白色吧。用这一支比较尖头的 Kabuki brush， 放颜色的方式呢，跟上一次做粉状修容的时候是一样的。首先，你先面对镜子，找到最凹陷的地方，然后把刷子放上去，这里。转过来，把颜色呢慢慢的点开，沿着自己这个很深的凹陷的方向，不要把范围做得太大，因为等一下晕染开来的时候，很可能会把你刚刚修容的部分都吃掉。用一支干净的晕染刷，从周围的地方开始。不要碰到中间哦。先确定它跟周围的颜色都融合之后，这支刷子上面已经有很多深色修容的产品了，把它擦干净。然后从中间的地方慢慢轻轻的把它往外带开。要注意的是，不要过度晕染，这样你做出来的那些渐层啊就不见了，效果就没有了。然后再用干净的刷子确认一下周围晕染的情况。然后转回正面看需不需要再加。晕染好之后，可以用手指头的温度加强它融合在一起。然后这边就修好了，这个凹陷已经打亮了。我都会做的比较明显一点，让大家可以看清楚位置在哪里。那我现在把另外一边也补起来。好，我现在两边颧骨下方的凹陷都已经做好打亮了。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鼻影。我们可以混合这个最深的修容色和它隔壁这个稍微暖一点点的中间色，混合出我们鼻影的颜色。用这支扁的遮瑕刷，从最深的地方开始，就是这个鼻翼，这是什么鼻翼沟？好像不是，就鼻头的这边。要顺着自己的鼻子凹槽哦。然后往侧面两边的鼻梁两边稍微做一点延伸，不要再沾新的产品哦。顺着自己的鼻型。之后把刷子擦干净，稍微做一点点晕染，往两边，不要往鼻梁中间，一点点就可以，一点点晕染就可以。不要过度晕染哦，不然因为这是霜状的产品，它很有可能就是晕染到就不见了。
然后用手指的温度让它融合一点。然后正面检查够不够，不够再重新再加。接下来是这个山根的地方，平常不一定会做，也是用刚刚一样混合这2个颜色，皱起眉头，找到你自然鼻骨的形状，把颜色放上去。之后把刷子擦干净，稍微做一点晕染。然后用手指头的温度，让它跟底妆融合一点。这就是打完两边别影的样子。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T 字的打亮，还有眼下的打亮。都用我们刚刚打亮侧面凹槽的这一支尖尖的 Kabuki brush， 用同一个颜色，从鼻梁的这个中间山根的地方下手，慢慢往鼻头的位置带。产品不要太多，真的不要太多，不然会太白。而且在这个地方太白，你没有地方可以把它晕染开，因为两边是阴影的部分，所以这边要特别小心。然后不要带到鼻头，然后再沾，往上带。我的额头不高，我的额头很高，那我就不用带到太高。接下来是下巴，厚道的人不要打亮下巴哦。人中龅牙的人不要打亮人中。我说不要重复讲，结果我又一直重复讲。用这个 Mini Beauty Blender， 用轻弹压的方式。为什么我这边就不用刷子刷开呢？因为我们的脸的中央这个部分，这里还有 T 字下巴，是我们人的脸最容易有一些瑕疵、痘痘、不平整、不光滑。你的底妆可能把这些东西都遮好，但是你用刷子刷开的时候，又会把这些瑕疵暴露出来，等于把你的底妆都刮坏掉。或者是你遮瑕好，痘痘又跑出来啦，粉可能会卡在毛孔里面啊之类的。那如果你的脸的轮廓线就已经没有那么皮肤没有那么好的话，你就可以考虑不要用这一支晕染刷来做刚刚的晕染，你可以用大颗一点的海绵，然后跟这边一样用弹压的方式，也是一个选择。这样T字就打亮好，再来是下巴，人中，这就是 T 字部位打亮完之后的样子。接下来呢，我们要打亮眼下2个三角区。用这个暖色调的乳白色之后，再混一点点这个是跟我肤色比较贴近的底妆色，混合之后就会有一个
比我们底妆再浅一点点的颜色，然后重点是一定要是带一点点黄色调的才适合用在眼下的地方。一样用这支刷子，尖头的 Kabuki Brush， 从接近眼头的地方往外、往下、往外、往下，然后用这个海绵然后把边缘晕染好，然后不够的话可以再加一次，这样这边就是已经打亮好的。那我把另外一边也补起来，这样我这两边 T 字的打亮都已经做好了。那上一次分享完粉状打亮修容之后，有网友问我说，如果是法令纹可以吗？基本上粉状其实不适合修饰法令纹，因为它很难做出这么强烈的对比，然后可以修饰就是局部凹陷的这种纹路，这比较适合霜状的修容。但是要修饰法令纹啊，重点就是等一下定妆一定要非常的确实的定妆，因为在动态的纹路上面叠加一些霜状的产品，其实很容易因为你一整天可能讲话、脸部动作，就会让这个地方妆很容易脱妆或者是浮粉，所以定妆动作一定要做得非常的确实。那关于法令纹的部分呢，用这种扁的遮瑕刷，然后我们现在用这个比较浅的颜色。如果你的肤色比较深一点，那你就混一点这个比较接近我们肤色的颜色。那重点也是一样，就是用这个眼下遮瑕的这个颜色，带一点点黄的这个颜色。因为法令纹除了凹陷之外，有的时候它其实会夹杂一些泛红的状况，那用这个颜色可以稍微做一点修饰。那手法的部分并不是顺着法令纹这样子画，这样你会把产品带到法令纹的末端，或是均匀的分布在这个沟上。但其实我们法令纹是最靠近鼻翼两边的时候最深，越往外就越浅。所以我们的产品呢，要跟法令纹垂直，然后从这边往外带，在中间都不要再沾新的产品，因为我们需要这个渐层。然后把刷子擦干净，不要做大范围的晕染，这个打亮要局限在法令纹，往周围做一点点晕染就好。因为我们需要法令纹这个地方啊，我们把它一个有对比性的打亮，才可以把这个纹路填好。所以晕染不要做太大，但是界限是要没有。就把这个边缘晕染好，是干净的刷子哦。你做完一次晕染，你刷子就要再擦干净，不然它就没有办法好好执行它的工作。周围都晕染好了之后，就用海绵，用弹点的方式，做一次之后，如果不够再加。那这边的法令纹我们就已经修饰好了，我把另外一边也补起来。这次的修容啊，大致上修容打亮就都做好了。那我也是跟上次一样，有特地做的比较明显、比较夸张一点，希望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那最后呢，就是要做定妆的动作。如果你有用霜状产品做打亮修容，我强烈建议你不要用刷子沾蜜粉定妆，要用蜜粉扑，因为你要确实的把粉按在每一个湿润的地方，确定它那个产品啊都不会乱跑或是脱妆、花掉、糊掉，这样才可以确保你现在做的这个层次一整天都是好的。如果这个妆啊就是没有维持好的话，就会有种脏脏的感觉，因为那个层次感都不见了。那我现在定妆用的是这个
这个是 Make Up Forever 的透明蜜粉。我建议用透明的蜜粉，因为任何有一点遮瑕修饰的蜜粉都会影响我们刚刚做的这个打亮和修容。那我现在补上一些腮红。今天本来都没有上腮红，因为不想要影响就是修容打亮的过程。补上一些粉红色的。那我们今天霜状的打亮修容的技巧分享就到这边为止，希望大家会喜欢。